第310章真相。夜空之下，两道影子敏捷地在房屋之顶穿梭着，在房屋间某些宽敞的空隙间是宽阔的街道。虽然此刻已是深夜，可街道之上人流依然鼎沸。不过好在半空上的人影速度极为快捷，即使偶有人抬头，也仅仅是只能看到两条一闪即逝的黑线。紧紧地跟在海波东身后，萧炎体内的斗气缓缓地滚动着，为身体肌肉制造出一股股仿佛用之不竭的能量。脚尖轻点屋顶，身形便是暴掠而出。到了，闷头跟着海波东一阵猛冲之后，前面的海波东忽然出声提醒道。闻言，萧炎点了点头，前倾的身体微微弯下，脚掌落地间，双掌也是轻贴在了瓦片上，完美的落地。除了有丁点细微的声响外，连那脆弱的瓦片都未有丝毫破裂。拍了拍手，萧炎站起身来，对于自己的落地却是有些感到不满。如果下方有着一个斗灵级别的强者话，恐怕就将会因为那点轻响而发现他。抬起头来，萧炎望着对面巨大屋顶之上正惬意而坐的砝码与家老两人，显然他们早已到了此处。此时两人正笑盈盈地望着赶来的萧炎与海波东。掠过房顶，萧炎两人出现在砝码两人身旁，四目对视，都是低声笑了笑。我就知道你也会跟来。望着萧炎，砝码笑眯眯的道，我对那家伙也挺感兴趣的，这般年纪实力便是如此恐怖，这种天赋简直堪称变态啊。萧炎叹息着道，如果那家伙真的只是表面上那点年纪，那么可实在是有些打击人。看他炼药时候的利落，恐怕真实等级应该在4品左右吧。一个17岁的4品炼药师，想当年古河到达4品的时候，那也是将近30岁了，而这人却是将近比他小了1倍之多。如果他的岁数是真的，那么等其日后逐渐长大，那会成为何种恐怖的人？7品或者是8品，这种等级几乎已经能够屹立斗气大陆巅峰层次了。即使是现在的萧炎，那也不过方才进入3品炼药师的层次，而且这还是得依靠青莲地心火的缘故。两相比较，这之间的差距之大，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应该不可能。望着萧炎那惊叹的神色，砝码摇了摇头，沉吟道，出云帝国如果出了这种天才，我想恐怕早就闹得沸沸扬扬，不可能我们半点风声都收不到。毕竟17岁的4品炼药师，这消息实在是太过劲爆了。嗨，在这瞎猜干什么？还是赶紧动身去探查一番吧。你若实在放心不下的话。一旁的家老淡淡的笑了笑，手掌做横切之势。在这种强者眼中，杀人几乎是能够没有丝毫的情感波动，当真是杀人如杀鸡，境界高深的让萧炎苦笑不已。呵呵，走吧。笑着点了点头，砝码并未有所反对，明显是默认了这种并非不可能的举动，对着海波东与萧炎笑了笑，然后率先展动身形，对着城市偏南处的一座豪华旅馆闪掠而去。望着前面闪掠的3道人影，萧炎略一踌躇，便是紧跟了上去。那家伙和他屁关系都没有，被宰了就宰了吧，反正对那家伙也挺不感冒的。他虽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不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待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萧炎倒也还能做到冷漠的地步。此次的闪掠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便是在前面砝码挥动的手势中停了下来。那家伙就是住在这里。砝码没有带起丝毫一声地落在了房顶之上，目光瞧着萧炎的掠来，忽然一拂袖，一股柔软的劲气便是覆盖在了萧炎落脚之地。这次后者再没有弄出细微的声响，对着砝码感激地点了点头。萧炎安静地站在海波东身侧，他知道这种场合他只需要当个观众就好。嘿，这家伙原来还有所戒备啊。家老忽然冷笑道。此时他脚掌前方许些距离，一根极为纤细的黑线正延伸而出。萧炎顺着望过去，只见在那黑线的两头竟然都是挂着2枚细小的黑色铃铛。雕虫小技，手掌一挥，一股凶悍劲气悄无声息地融过空气，2枚黑色小铃铛连半点声音都未发出，便是被震成了一片虚无。让我来吧。海波东笑了笑，干枯如枯木般的手掌缓缓探出衣袖，掌心之间
缭绕着淡淡的白色雾气，那股冰凉寒气让得周围的温度瞬间便是降低了许多。双掌轻轻压下，白色雾气覆盖在了瓦片之上，最后迅速扩散开来，眨眼时间便是将屋顶完全所笼罩。冰镜！望着那些覆盖的白色雾气，海波东一声轻喝，雾气迅速凝结，最后化为薄冰，将屋顶所覆盖。现！再度轻喝，萧炎忽然奇异地发现，那一片白茫茫的波冰层竟然开始了虚幻。某一刹那，一个宽敞的屋子被映射在了薄冰之上，犹如放着电影一般，将其中的所有物体都清晰地印刻在冰层之上。做完这一切，海波东拍了拍手，望着萧炎那满脸惊异，不由得笑着解释道：一点小把戏，用寒气侵入屋中，然后凝结成不易被发现的碎冰，最后再由碎冰的反射将之投射而出。好高明的控冰手法！萧炎赞叹道。小把戏而已，也就这点效果，不值一提。笑着摆了摆手，虽然嘴上这样说着，可海波东脸庞上的得意却并未多加掩饰。笑了笑，萧炎将目光投下脚下的冰层，此时的房间中正空无一人，想必那灰袍少年应该还未回来吧。等等吧。说完这话，法玛便是盘坐在冰层之上，闭目养神了起来。苦笑着点了点头，萧炎也只得坐了下来，摸着冰层，却并未感觉到丝毫的寒气，想来上面的低温应该已经被海波东压制了下去。当下心中对他的控冰之术再次高看了许多。随着萧炎几人的各自沉默，屋顶之上便是陷入了寂静。而当寂静持续了将近半小时之后，冰镜中房门忽然动了动，紧闭双眸的海波东率先有所感应地睁开眼来，对着一旁同样有所察觉的法玛两人压了压手，然后低头盯着冰镜。房门在动了动之后，一道灰袍缓缓走近，那副稚嫩的少年面孔正是今日大会上最令人震撼的那匹黑马。望着那进来的灰袍少年，萧炎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呼吸，身体不敢有着丝毫的动弹，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灰袍少年进屋之后，却并未有着什么怪异的举动，将房门关好后，随意地洗漱了一下，便是上床盘坐调息。微皱着眉头望着他的正常举动，萧炎舔了舔嘴唇，转头望了望依然安静等待的海波东三人，只得继续将目光投下，耐心地等待着。1个小时之后，此时已是夜深人静，调息中的灰袍少年忽然睁开了眼来，阴冷的目光在房间之中缓缓扫视着，然后行下床榻，轻轻地将房间的窗户完全关闭，最后双手负于身后，抬着头，目光在房梁各处仔细地扫描着。站在屋顶之上，萧炎望着那抬头望着房梁的灰袍少年，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唾沫。因为冰层能够瞧见里面的缘故，所以这般看着灰袍少年，就好像他正在阴冷地盯着自己一群人一般。不过好在这只是萧炎的错觉，海波东所布置的那些碎冰位置极为隐蔽，所以在扫视了一圈之后，灰袍少年方才轻松了一口气。哼，狗屁的大会，等我这次取得冠军，看你加玛帝国的炼药工会会不会名誉扫地。一个工会失去了炼药师的信任，那也就该结束了。扭了扭脖子，灰袍少年忽然冷笑道，手掌摸着脸庞，灰袍少年眉头皱了皱，低声嘀咕了几声，手掌一翻，一枚淡红色的丹药出现在了掌心中。该死的芙蓉丹，虽然能够让人返回到少年时的面容，可却仅仅只是表面。若不是想要让加玛炼药师工会在他们国家内名誉大减，我们工会也不至于会花费这般大的精力来炼制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东西。而且想要恢复以前的容貌，还必须吃特定的丹药，这种消耗太庞大了。低声嘀咕着，灰袍少年将手中的淡红色塞进嘴中，微微嚼动，最后吞进肚内。房间之中服下红色丹药之后不久，灰袍少年那稚嫩的脸庞忽然恐怖地颤抖了起来，而且与此同时，身形也是拔高不少。仅仅是片刻时间，年仅17的稚嫩少年便是让人目瞪口呆的变成了一个脸色阴冷的中年大汉。这家伙果然有鬼。望着房间中所发生的一幕，萧炎那盯着冰层的眼睛缓缓睁大了起来。